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这个废物！王志强当众扇了姐夫林浩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林浩捂着脸，血从嘴角渗出，但他没有还手，只是静静地看了王志强一眼。我们回家吧，他对哭泣的妻子说道。第二天，王志强苦心经营2年的物流公司宣布倒闭，所有人都在猜测，这究竟是巧合，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浩是那种走在人群中会被忽略的男人，28岁，身高1.75米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永远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。他在一家软件公司做程序员，月薪8000，在这个房价3万的城市里算不上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上门女婿。3年前，他娶了王雨晴，准确地说，是入赘到了王家。王雨晴比他小2岁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，长得清秀，性格温和。他们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。当时王雨晴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恋情，心情低落，林浩默默地陪她坐了一整晚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递纸巾。后来王雨晴说，就是那个晚上，她觉得这个男人很特别，他安静、稳重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但王雨晴的家人不这么想。王德民是退休的中学教师，50多岁，戴着老花镜，总是板着脸。李淑华是家庭主妇，48岁，说话尖利，眼神势利。还有王志强，王雨晴的弟弟，比他小2岁，但比林浩更像这个家的男主人。王志强2年前创办了一家物流公司，生意做得不错。他开着一辆奥迪 A6， 戴着金表，走路都带风。在王家，他的话比任何人都管用，包括他的父母。姐夫啊，你们程序员1个月能赚多少？这是王志强最喜欢问的问题。每次家庭聚餐，他都要问一遍，语气里带着那种明知故问的恶意。我这一单的提成就够你干半年的了吧？林浩总是低头吃饭，不回答。王雨晴会踢弟弟一脚，示意他别说了。但李淑华总是帮着儿子。志强说的对，小浩你也要上进一点。王德民不说话，但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，他们觉得女儿下嫁了。林浩知道这一切，但他从来不辩解，不反驳，不生气，他只是静静地吃饭，偶尔和王雨晴说几句话。王雨晴很为难，她夹在丈夫和家人之间，左右不是人。有时候她会在深夜哭泣，林浩就抱着她，什么也不说。对不起，王雨晴总是这样道歉，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林浩总是这样回答。他真的不在意吗？当然在意，但他更在意的是王雨晴的感受。他不想让她因为自己而和家人闹翻，所以他选择忍耐。3年来，一直忍耐。3年前的婚礼上，王志强当众表达了反对。我姐配这么个人？他指着林浩，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说，你们看看，他连个像样的车都没有，连个房子都没有。我姐要跟着他受罪吗？那一刻，林浩站在台上，脸色苍白。王雨晴拉着他的手，手心全是汗。最后是王德民出来打了圆场。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决定，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王德民也不满意这个女婿。婚礼办得很简单，林浩没有什么朋友，来的人不多。王家这边倒是热热闹闹，但多数人都在背后议论，这个林浩到底什么来头？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仔。雨晴这孩子怎么就看上他了？新婚之夜，王雨晴哭了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他问林浩。没有，林浩抱着他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。但王雨晴真的不后悔吗？有时候林浩也会怀疑，特别是在那些家庭聚会上，看着妻子尴尬的表情，每次过年过节都是一场煎熬。
王志强总是在炫耀自己的成功，今年赚了200万，准备再买一套房，这块表30万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王德民和李淑华听得眉开眼笑，志强就是有本事，不像有些人，结了婚还是那样。这个有些人指的是谁？大家心知肚明。林浩坐在角落里，像个多余的人。有时候王雨晴会试图为他说话。林浩的工作也很稳定，程序员现在很吃香的，但这些话听起来更像是在为他找借口。王志强每次都会嗤笑一声，姐，你就别为他辩护了，男人没本事就是没本事，找什么借口？这种时候，林浩总是站起来，我出去抽根烟，他不抽烟，但他需要一个离开的理由。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，他想过离开，想过和王雨晴离婚，结束这种煎熬的生活，但每次看到妻子愧疚的眼神，他又舍不得。他爱她，真的爱她，即使这份爱让他遍体鳞伤。转折点发生在那个星期六的夜晚，王雨晴所在的广告公司举办年会，林浩作为家属受邀参加，本来是件高兴的事。王雨晴特意为他买了一套新西装，今天咱们好好打扮一下。他说，林浩穿上新西装，确实精神了不少。王雨晴挽着他的胳膊，两人一起走进酒店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，觥筹交错。王雨晴的同事们都很友善，主动和林浩打招呼。这就是雨晴的老公啊，看起来真稳重，你们两个真般配。林浩难得的放松了下来，他很少参加这种场合，但今晚感觉还不错。直到王志强出现，他穿着一身名牌西装，满脸红光。原来他的物流公司和这家广告公司有合作关系，作为合作伙伴，他也受到了邀请。一看到林浩，王志强的脸色就变了。姐夫也来啦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讽。王雨晴拉了拉弟弟的袖子，示意他别胡说，但王志强已经喝了不少酒。我说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打车还是坐公交？他指了指停车场的方向，你看人家都是开豪车来的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，就你们打车来。王雨晴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想要阻止弟弟继续说下去，但王志强越说越起劲，酒精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理智。姐，你当初怎么就看上这么个废物？要不是我爸妈心软，他能进我们王家门？周围的人开始侧目，窃窃私语声响起。王雨晴的同事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林浩握紧了拳头，但他还是忍住了。他拉着王雨晴的手，准备离开。我们回家吧。但王志强不依不饶，他追了上来，挡在林浩面前。怎么，想走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他猛地推了林浩一把，林浩踉跄了几步，差点摔倒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人拿出手机想要录像。王雨晴哭了，她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。志强，求你了，别闹了。看到姐姐哭泣，王志强更加愤怒。在他看来，都是林浩害的，都是因为这个废物。他指着林浩大声咒骂，没本事的东西，吃软饭的垃圾，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。情绪彻底失控了，啪！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响彻整个宴会厅。王志强用尽全力扇了林浩一个耳光，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王志强自己。林浩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清晰的掌印，红肿、刺痛，嘴角渗出血丝。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还手，或者至少会发怒，但林浩只是静静地擦掉嘴角的血迹。他深深地看了王志强一眼，那眼神复杂莫测，既有愤怒，也有失望，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。王雨晴尖叫着扑过去，你疯了吗？她检查着丈夫的伤势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王志强还在那里耀武扬威，这就是不知好歹的下场。
他对着围观的人说，有些人就是欠教训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现场的气氛极其尴尬，年会主持人想要缓解一下，大家继续吃饭，但没有人有心情继续，所有人都在看着这场闹剧。有人同情林浩，有人觉得他活该，有人在背后议论王家的家务事。林浩搂着哭泣的妻子，我们回家吧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心惊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委屈，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这种平静比愤怒更可怕。王雨晴也感觉到了，她看着丈夫的侧脸，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们默默地离开了宴会厅，留下王志强还在那里炫耀自己的胜利。这就叫替天行道，教育那些不知好歹的人。没有人搭理他，大家都觉得他太过分了。即使林浩真的没什么本事，也不至于当众打人。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的问题了，这是人格侮辱。回家的路上，王雨晴一直在哭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她不停地道歉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林浩开车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他的脸还在肿着，嘴角的血迹已经干涸。我们离婚吧。红灯停车的时候，王雨晴突然说。林浩转过头看着他，为什么？我不想你再受这种委屈。王雨晴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我弟弟太过分了，我爸妈也太过分了，我不想你再受这种气。林浩伸手擦掉他的眼泪，傻瓜，说什么呢？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离婚的理由。绿灯亮了，他们继续开车回家。到家后，王雨晴要给林浩上药，脸肿得这么厉害，明天怎么上班？没事的，林浩说，我跟公司请个假就行。不行，王雨晴坚决反对，凭什么你要请假？应该是志强来道歉，我要跟他断绝关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认这个弟弟了。林浩拉住了他，别这样，他是你弟弟，你们是血缘关系，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感情。王雨晴看着丈夫，心里更加难受。这个男人为什么总是这么善良，善良到让人心疼。他们彻夜长谈，聊了很多以前不敢聊的话题，关于家庭，关于未来，关于彼此的感受。王雨晴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林浩承受了这么多，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你恨我吗？他问。恨我把你拖进这个家庭？不恨。林浩抱着他，我只恨自己没本事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。但王雨晴知道，这不是林浩的错，错的是这个家庭的价值观，错的是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标准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德民打来电话，昨天的事情我听说了，志强确实过分了，但你们也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喝多了，没恶意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话让王雨晴更加愤怒。没恶意，当众打人叫没恶意？爸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王德民沉默了一会儿，那你们想怎么办？我要志强来道歉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道歉。这个，王德民为难了。志强的脾气你知道的，而且他现在生意做得不错，面子上，王雨晴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她彻底心寒了。在这个家里，面子比尊严重要，金钱比感情重要。她终于明白了林浩这3年来的感受。第二天，王志强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。他的物流公司位于市区的一栋写字楼里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生意确实不错，主要做一些大型超市的配送业务，还有几家电商平台的合作。经过2年的发展，已经有了30多个员工。王志强对自己的成就很满意，特别是昨天教训了林浩之后，他觉得自己维护了家庭的尊严。有些人就是要敲打敲打。他对着镜子整理领带，心情大好。上午10点，第一个电话打来了，是他最大的客户，一家连锁超市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终止合作了。对方的语气很客气，但态度坚决。为什么？
王志强有些意外，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不是，就是公司政策调整，以后的物流业务要交给专业的大公司来做。对不起了，王总。电话挂断了，王志强有些懵，这个客户占了他公司业务量的 40%， 突然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。他试图打回去挽回，但对方的态度很坚决，决定已经做了，不会改变。下午2点，第二个客户也打来电话，同样是要终止合作，理由也差不多，公司要规范化管理，只和大型物流公司合作。王志强开始慌了，这已经不是巧合了。第3个、第4个客户相继打来电话，都是同样的要求，终止合作。到了傍晚，王志强的公司失去了 80% 的业务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很清楚，没有业务，公司就没有收入，没有收入就发不出工资，发不出工资，员工就会离职，这是一个死循环。更要命的是，银行那边也传来消息，要提前收回贷款。王志强当初为了扩大经营规模，从银行贷了300万，原本是3年期的贷款，现在突然要提前还款，为什么？他冲到银行询问，公司风险评估不过关，银行经理的解释很官方，根据最新的风控政策，需要提前收回。王志强感觉天都要塌了，几个小时之内，他的公司就从盈利变成了负债，这种速度让他感到恐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和他解除合作？他四处打听，想要找到原因，但所有人给出的理由都很正当。公司政策调整，风险控制要求，业务方向改变，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但王志强知道，这绝对不是巧合，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，但会是谁呢？他的竞争对手？不太可能，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。供应商？也不对，人家巴不得多做生意，那到底是谁？傍晚时分，王志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员工们已经陆续离职，有的直接走人，有的留下辞职信。对不起，王总，我要养家糊口，公司的情况我也理解，但我不能等下去，希望您能理解。2年来苦心经营的事业，在1天之内化为乌有。王志强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，他想起昨天山林浩耳光的事，难道真的是报应？但这也太巧了吧。他试图联系那些取消合作的客户，想要了解真相，但所有人都避而不谈，只说是公司决定。这种统一的口径让王志强更加怀疑。就在王志强绝望之际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喂，他有气无力地接起电话。王志强，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，声音很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你昨天打了一个不该打的人。王志强瞬间惊醒了，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你是谁？这些事是你搞的鬼？他的声音在颤抖。随后电话那头说出的话让王志强心脏瞬间砰砰乱跳。想知道答案吗？对方的语气依然平静。明天晚上8点，老地方咖啡厅，一个人来。电话挂断了，王志强拿着手机，呆立在原地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林浩，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上门女婿，那个被他看不起了3年的男人，原来背后隐藏着这样的秘密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，可以在1天之内摧毁自己的公司？这个答案让王志强感到恐惧。他想起林浩这3年来的种种表现，总是很低调，从不炫耀，从不生气，从不反驳，那种淡定从容，原来并不是因为懦弱，而是一种强者的自信和克制。王志强越想越害怕，如果林浩真的有这样的背景，那自己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，简直就是在找死。当着一个真正的大人物耀武扬威，羞辱一个有实力但选择隐忍的人，
这种行为的后果，他现在才开始意识到，恐惧开始在心中蔓延。他想起那一记耳光，想起林浩当时的眼神，那种复杂莫测的眼神，原来包含着这么多的含义：愤怒、失望，还有宽容。王志强不敢想下去了，如果林浩真的有能力报复，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为什么要给他这个电话？这其中肯定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。夜色渐深，王志强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等待着明天的到来，等待着那个可能改变一切的答案。第二天晚上8点，老地方咖啡厅，王志强提前半小时就到了。他选了一个角落的位置，紧张地等待着，手心全是汗，心跳得很快。8点整，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，西装革履，气质不凡。他直接走向王志强，在对面坐下。我叫陈建。男子递过一张名片，是浩哥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属下。这个称呼让王志强大吃一惊。浩哥，属下，林浩到底是什么人？王志强的声音在颤抖。陈建点了一杯咖啡，慢慢开口。浩哥并不是普通的 IT 工程师，他是建华投资集团的继承人。建华集团？王志强愣住了，他当然知道这个名字，那是本市最大的投资集团之一，在金融、物流、科技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布局。你是说，林浩是建华集团的少爷、继承人，随便你怎么叫。陈建的语气很平静。3年前，他为了追求真爱，放弃了家族的一切，选择入赘王家，做一个普通人。为什么？王志强不敢相信，因为他不想让王小姐因为他的身份而承受压力，他希望王小姐爱的是真实的他，而不是他的财富和地位，所以他选择了最低调的生活方式，甚至连工作都找了最普通的。王志强听得目瞪口呆，这个解释让他的世界观彻底颠覆了。原来自己这3年来一直在羞辱一个真正的大人物。原来林浩的隐忍并不是因为无能，而是因为爱情。那我的公司是我们做的，陈建承认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得知浩哥被人当众羞辱，所以决定给那个人一个教训，但这不是浩哥的意思，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。这个真相让王志强更加震惊。林浩手下的人为了维护他的尊严，主动出手，而林浩本人对此一无所知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林浩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高，说明他平时是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人。我该怎么办？王志强彻底慌了。看你的表现，陈建说，如果你愿意真诚道歉，浩哥或许会原谅你，他一直是个心软的人。但如果你依然不知悔改，陈建没有说完，但威胁的意思很明显。王志强明白了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也是唯一的机会。回到家，王志强彻夜未眠，他想起这3年来对林浩的种种羞辱，每一句嘲讽，每一个白眼，每一次挑衅，现在想起来都让他后悔不已。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不知天高地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决定去找林浩道歉，但王雨晴告诉他，林浩这几天都没有回家，他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，说是不想影响我的情绪。王雨晴的眼睛红肿，显然哭了很久。都是因为你，他指着弟弟，声音充满愤怒。如果林浩因为这件事离开我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王志强想要解释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不能告诉姐姐林浩的真实身份，至少现在还不能。他要先去道歉，先获得原谅，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王志强找到了林浩的公司，在楼下等了一整天，从早上8点等到晚上6点，终于等到了林浩下班。看到王志强，林浩有些意外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王志强二话不说，直接跪了下去。姐夫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
这一幕惊呆了周围的路人，大家纷纷停下脚步观看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，有人在窃窃私语。林浩赶紧扶起王志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但王志强就是不起来，我不起来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道歉，我昨天的行为太过分了，我不是人。他一边说一边打自己的耳光，比昨天打林浩还要用力。林浩看不下去了，强行把他拉起来，别这样，志强，有什么话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说。他们来到附近的一家茶馆，王志强把昨天的遭遇全盘托出，当然他隐瞒了林浩的真实身份。我知道这件事肯定和你有关，我也知道我活该，姐夫，我求你原谅我，原谅我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。林浩听完陷入了沉思，他确实不知道手下人的行为，但他也不完全意外，跟了他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怎么可能看着他被人欺负？志强，我从来没想过要报复你，这些事情我事先也不知道，我已经让他们停止了，但损失已经造成，我也无能为力。王志强点点头，我明白，这是我应得的，我只希望你能原谅我，原谅我对你的不敬。林浩看着这个小舅子，曾经那么嚣张跋扈的人，现在变得如此卑微，他心里没有快感，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。我原谅你，但这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雨晴，他不应该因为我们的恩怨而痛苦。王志强听了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姐夫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以前真的是瞎了眼。后来的日子里，王志强变了，彻底变了，他不再张扬，不再炫耀，说话做事都变得谦逊了很多。在林浩的帮助下，他重新开始创业，这次选择了更踏实的路线，不再急功近利。林浩也逐渐向王雨晴透露了自己的一些情况，不是全部，但足够让她明白丈夫的不平凡。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些？王雨晴问。因为我想让你爱的是真实的我，不是我的身份和财富。王雨晴抱着丈夫哭了。傻瓜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你这个人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。王德民和李淑华也正式向林浩道歉了，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女婿的全部背景，但这3年来林浩的品格已经证明了一切。小浩，是我们错了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儿子，真正的儿子。一家人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尴尬气氛。每次聚餐，大家都其乐融融。王志强也学会了尊重人，不再看不起任何人，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强者往往都很低调，而那些张牙舞爪的人多半是外强中干。林浩还是那个林浩，安静、稳重，不善言辞，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分量。他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强者风范，不是张牙舞爪的炫耀，而是默默承受的坚韧，不是睚眦必报的狭隘，而是宽容大度的胸怀。王志强的公司倒闭看似是意外，实际上是必然。当一个人习惯了用财富和地位去衡量他人的价值时，他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。真正可怕的不是林浩的隐藏身份，而是那种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狭隘思维。这个故事没有绝对的坏人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局限性中生活着，但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冲突和危机，所有人都得到了成长的机会。林浩学会了适度地展示自己，王志强学会了谦逊和尊重，而王家父母也学会了不要以貌取人。最终，这不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和解与成长的故事。真正的强者不是打败了多少敌人，而是化解了多少仇恨，赢得了多少尊重。林浩做到了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这个家庭的和谐，也用自己的宽容给了所有人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这就是隐忍的代价，也是隐忍的力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
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